大家好，呢一集我哋嘅目的地係比薩，咁我哋而家出發啦。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拥挤繁忙、人也很多的佛罗伦萨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到比萨了。我们刚刚把车停好，现在我们就去比萨斜塔逛逛。我们一起走吧 ，Go！而家我哋喺意大利有咗幾日嘅經驗，就發現呢度嘅停車位咧真係非常之短缺啊！所以一大早咧就要提前嚟霸位，如果唔係真係好大鑊啊！哇！前面呢度有個穹頂啊，又係好窮啊！剛剛查咗一下，呢個喺比薩斜塔旁邊嘅巨型建築物呢，係聖若望洗禮堂。哇！真係非常之古老。嗱，喺聖若望洗禮堂後方呢，就可以見到有名嘅比薩斜塔啦。比薩斜塔我哋最有名嘅就係當年伽利略，即係唔係神探伽利略嗰個伽利略啊，係即係科學家嗰個伽利略呢，就喺比薩斜塔上面呢做呢個兩個圓球嘅自由落體實驗。大細不一嘅圓球呢，最後尾落地係一樣時間嘅，證明呢個加速度呢係同佢體積無關嘅，非常之有名。我哋一齊去睇睇比薩大教堂。比薩斜塔呢，因為佢係斜㗎嘛，所以好多人呢都爭相恐後咁樣發揮自己嘅創意啊，用各種各樣嘅姿勢同佢影相，就好似咁啦。好害怕，茶要倒啦！真的不是我乱说哦，大家来到这里都忙着以各种姿势和比萨斜塔合照。哇，这两位小哥哥小姐姐，今天的全场最佳非你俩莫属了，都出动这种姿势了，厉害厉害！有廣角嘅加持咧，直情可以加深咗呢個比薩斜塔嘅斜度啊，完全好似差唔多要冧咁啊！參觀完比薩斜塔，我哋先解決我哋嘅午餐問題先，一齊去食返個 lunch。比薩嘅街景啊，我覺得意大利啲小鎮呢，街景都好唔錯。佢哋啲屋呢，好注重綠化，同埋牆面呢，好注重呢個粉漆。因為遊客呢，相對嚟講唔係咁多，所以呢地方亦都非常之乾淨，唔似得啲城市啊、佛羅倫斯啊或者係羅馬咁，地上呢就非常之多垃圾，地方相對嚟講係非常之污糟嘅。開餐啦，餐包呢個就係混合煎炸嘢。聽講呢間係本地嘅特色雪糕店，非常之有名。我哋一陣亦都試一試。
意大利啲雪糕咧都幾好食㗎。哇！終於買到啦，一個平均係3歐到4歐啫，千祈唔好俾人呃咗。有啲因為有啲店咧賣一個雪糕係9歐到10歐嘅，耶！比薩成個小城鎮環境都唔錯，喺呢條河濱大道行下呢，都幾悠閒。呢邊啲鋪頭呢，一日就係開6個鐘嘅啫，即係你一下錯過呢個時間呢，連想買嘢都買唔到，真係悠閒。喺呢度買咗一個冰箱鐵，不出所預期啊！Made in China， 終於買到個 Made in China 嘅嘢啦！真係好多啊！但係聽講話喺呢度買嘅比薩斜塔冰箱鐵咧係斜嘅，如果喺國內買嗰個咧係直不甩㗎。好。走，趕緊去比薩。我哋而家準備坐火車去五漁村，咁呢度呢就係遊客中心。咁遊客中心呢係可以買呢個全日制嘅遊客通行證，可以無限次咁樣坐五漁村每一條漁村嘅火車嘅。呢度就係遊客中心啦。咁如果要買單程去五漁村是但一條村嘅話呢，就要去揾嗰個煙草店啊 ，tobacco shop。咁佢就可以有單程嘅票買啦。我哋而家去揾緊 tobacco shop。終於揾到個 tobacco shop 啦！呢樣嘢就係喺意大利旅行咧十分之唔方便嘅一件事。但係有時你要買啲單程車票呢，就一定要揾呢個煙草店先係得嘅。咁我哋一入嚟問下先。呢個先至係。好，買到呢個臨時嘅單程票啦，去五漁村嘅是但一條村嘅啫。但係如果你係參觀遊玩嘅話呢，係可以買呢個 tourist pass， 可以全日不限時咁樣出入嘅。因為我哋係買咗聽日嘅，所以今日我哋係買一個單程嘅臨時票啫。哎呀，好艱難先係問到啊！去五漁村嘅火車喺月台5啊，佢嗰張票上面咧寫嘅資訊係非常之有限嘅，真係暈低啊！終於揾到部車啦！真係5號月台啊！啱先我哋問第一個站台嘅警察，居然仲叫我哋睇時間表。然後第二個警察好唔耐煩咁俾我哋問得2問之後呢，就同我哋講喺月台5。我都唔明舉手之勞嘅嘢，真係都要搞到咁複雜，真係。而且佢哋個標識呢，超級唔清楚嘅。嗱，佢張票就係咁噶啦，基本上咧係冇寫任何嘅月台同埋時間表嘅。雖然佢呢部車咧應該係半個鐘頭就發一趟啦，但係你都要寫清楚得㗎。第二啲人係唔知噶嘛。同埋佢月台嗰啲工作人員真係簡直啦，真係你要不停咁問佢，真係唔知，然後佢先會話俾你知啊。你到月台5啦，
真係。然後自己就不停咁同隔離嗰個女人喺度不停咁講嘢，講到無停，旁邊啲人都完全唔理，真係服得佢緊要啊！哇！咁快我哋就到咗宜川啦，馬勒羅拉。馬勒羅拉係有名嘅漁村啊，所以亦都好靠近海邊啦。哇！我哋落咗成個下晝嘅雨，太陽終於出嚟啦。穿過呢條隧道呢，就可以到達馬勒羅拉啦。呢度呢，就係五漁村最有名嘅馬勒羅拉啦，而佢呢度有名嘅就係嗰幅好有名嘅相啦，就喺呢度影噶啦。而我哋都係訂咗喺呢度住宿嘅，我哋一陣再四圍逛下。呢個就係油漆後、油漆前嘅比較。意大利人真係花好多時間去維護佢呢啲舊屋嘅。哇！呢度居然有咁多人喺度游水啊！真係神奇啊！而家我哋眼前睇到嘅就係馬勒羅拉嘅有名全景啊！馬勒羅拉村呢，雖然係好細啊，淨係一眼睇晒啦，但係佢呢個全景呢，真係世界級別嘅，非常之有名，簡直就係成咗意大利呢嘅地標。我記得當前嘅 Lonely Planet 呢，都係用佢呢度做封面嘅。但係現場睇呢，同個相睇呢個區別就係呢，其實佢嗰啲屋呢，嗰個色彩呢，其實係冇咁高嘅，係比較淺色啲嘅。應該好多相嗰個飽和度係調過，所以顯得特別鮮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們今天到了五漁村，我現在這個位置是2村馬納羅拉，我背後這個景色就是 LP 封面上的景色，也就是各個明信片上五漁村最出名的一個景色了。其實五漁村不大，然後可以買1天火車通票，任意上下逛逛，還是挺舒服的。有時間的話，還是推薦大家在這裡住一晚比較好。我覺得這個景色不錯，不過看一些攻略上還有其他博主 PO 的圖片，濾鏡真的是打了8米厚，現場中看到房子顏色沒有這麼鮮豔，但也還是不錯啦。比薩這個地方其實整體感覺還是很不錯的，但是在很多人的意大利旅遊規劃中，它只是佔了很短的一段時間。雖然今天的天氣並不好，但是並不影響整體的旅遊體驗，我覺得很棒。雖然在拉斯佩齊亞火車站有一段並不太愉快的小插曲，但還是順利到達了五漁村，看到了馬納羅拉的漂亮景色，感覺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關於五漁村，我們下一集視頻會有詳細介紹。這期視頻就到這兒了，謝謝各位的觀看，拜拜。